40-50年前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因为物质缺乏，普遍出现热量和蛋白质摄取不足的问题等，其外观就是骨瘦如柴，甚至非洲贫困地区的孩子因蛋白质摄入不足导致四肢如柴，腹部肿大。而今物质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大部分的人自然而然认为现代人的营养比较好，不会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事实真是如此吗？大家好，我是营养师 Shalin， 本期要和大家探讨课题：现代人只有营养过剩，没有营养不良的问题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宣称，营养不良一直是几个世纪以来全球性人类健康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到底什么是营养不良呢？营养不良的定义是因食物供应不足或营养素摄取不均匀，即使吃了，身体却无法加以吸收利用，例如长期慢性腹泻、消化障碍或药物的影响，导致生理功能受到损害。而这包括两种完全相反的层面，营养不足或营养过剩都称之为营养不良。营养不足是饮食中没有摄取足够的热量和蛋白质，无法维护正常的生理现象与生长，也可能是疾病的因素导致身体不能充分利用所摄取食物中的营养成分。而营养过剩则是热量或某些营养素如饱和脂肪酸、糖或钠盐的摄取量过多。在1950年代以前，营养不足普遍存在社会之中，面黄肌瘦是贫穷的写照，肥胖代表了发福、生活富裕。而今却反过来，人人皆担心热量过剩，肥胖已在现代医学上被标示为不健康的指标，甚至是教育、社会地位低落的表征。一般人的日常饮食中，全谷类、蔬菜、水果、乳制品和海产品等食物的摄取量，与饮食指南的建议量对照，会发现严重不足，以至于普遍严重缺乏纤维、钾、钙、维生素 D 和必需不饱和脂肪酸。长期缺乏重要营养素，恐怕会导致骨质疏松、便秘、心脏疾病和体内发炎。反之，动物性饱和脂肪酸、精制谷物、糖和钠却明显超出每日饮食建议量，长期下来会导致肥胖、心脏血管疾病、癌症、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另一个造成现代人，尤其是儿童出现营养不良的因素是食用过多加工食品。大部分的加工食品是仅含有控热量的垃圾食物。1977年至2002年间，美国人每天吃3次或多于3次加工食品的百分比，从11%上升为42%。研究人员也曾进一步询问接受调查的孩子，发现在前一天吃了加工食品的孩童，他们在第二天的3餐中所摄取的必需营养素的百分比会明显下降。大部分人的身体一出生就已被设计成一个健康完整的个体，是否能持续保持健康、远离疾病，就必须提供身体适当的蛋白质、好的油脂、碳水化合物和微量营养素如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如果感觉饥饿、烦躁、爱睡或情绪低迷，这些都可能是供给身体的营养素不足，是营养不良的一种迹象。将许多国家的营养调查结果和营养建议量相互对照下，发现普遍不足的营养素包括纤维、钾、维生素 D 和不饱和油脂，而摄取不足的食物为全谷类、蔬菜、水果、乳制品和海产。反之，摄取过剩的营养素为来自饱和脂肪的热量、精制糖、钠盐。过剩的食物包括红色肉类、家禽肉、蛋、精制谷类、碳酸饮料以及油炸食品。所以回到问题，现代人只有营养过剩，没有营养不良的问题吗？答案是，营养不足或是营养过剩都是营养不良的情形哦。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喜欢这支视频的同学们，记得按赞订阅，点击旁边的小铃铛哦。你们的支持对我就是最大的鼓励。你有什么想知道却搞不懂的营养迷思吗？欢迎在下面来留言，或许就会出现在我下期的视频。谢谢大家，我是用动画带你看健康世界，让你秒变凡事通营养达人的营养师 Shalin。我们下期见。